我说，这位蝼蚁，信还是不信呢？你以为躲在幕后唆使你弟出手，就能坐享其成了？我跟你费了那么多口舌，你难道不应该用心揣摩我摧残的道理吗？你觉得崔东山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看不透，我只知道他下棋尤为厉害，起手时就想到了收盘。崔东山，你怎么不上来啊？啊？哈哈，我不敢啊！女鬼有什么好怕？他有种出来试试。贫道名叫贾胜，可帮诸位驱邪避灾。哎，陈平安要知道地图被我动了手脚，别说收我做徒弟了，非打死我不可。好臭的妖气，长城无来轰顶！说明啊，我们是不是真撞上鬼了？天底下的读书人，全是负心人！八蛋，让你死！剑之会退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，可当我被我的狼群俘获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天底下的读书人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。剑之会退。山堂自治者，一剑破万法，这就是剑修的威力吗？好一个风采卓绝的陆地剑仙！我真的很想知道，狼君嘴里的读书种子，会不会在泥土里开出花来？这具尸骸已显出金枝玉叶的中武境气象，连此等高手都惨遭毒手。要不也把你们的头颅摘下来，种在我的花园里？无根浮萍而已，不值得夫人费心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了，可我最恨负心郎。你想跟我切磋剑术？在此方地界，你能奈我何？人的剑还可以这么用，难怪阿良说，炼气士这条修行之路中，以剑修最潇洒。
杀力最大，最不讲理。臭娘们，给我出来！敢动那群孩子一根汗毛，我就打断此地的山根气脉！还难道你就不管管？若是真被那阴玄打断了此地山根，不但是绣花在内的3条大将，还有北边的齐墩山、铁浮江、龙须河，有哪一方能够幸免于难？之前我已经劝过你，不要为难这些孩子，此刻又何必这般？楚夫人，再接我一剑！风雪命未尽，可以了。哼，是神仙台未尽才得。不愧是东宝平州最年轻的上5境剑仙。哼，你是不是墨家的那个谁？我听阿良说起过你。大黎京城守门人墨家游侠许若，不知魏剑仙此次赶赴大黎，除了解决今日风波，可有其他想法？若是没有其他想法会如何？有，又会如何？若是趁着大黎局势动荡另所图谋，那么在下便会挡在这里。亲自试试看魏剑仙的剑到底有多快。你不必担心，我这次北上是受阮师之托，护送这些孩子去往大理野夫关，并无他意。是小妇道。阿良嘱咐，刀务必物归原主。陈平安，这里可否让我来处理？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楚夫人，事已至此，该拿出点诚意来了吧？这位仙师，小道有2个徒儿被楚夫人留在府中做客，能否让小道带着离开？小道只怕徒弟们粗鄙顽劣，会不小心坏了楚夫人的规矩。楚夫人，能否放心？楚夫人，这位大人要跟妾身秋后算账。楚夫人不用说气话，我并无此意。你为大黎看护山水，延续国祚，大黎宋氏感恩于心。可滥杀无辜书生一事，总有一天会传到陛下的耳边。到时候，再多的情分恐怕都不好使了。哼，数10年来，我帮你们大黎压制神水国残余气焰，你们大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许我杀人泄愤，怎么今天就不行了？不只是今天，今后都不行。我如果再听说有人在此地消失，定会登门拜访，将夫人亲手带回大理水牢。楚夫人，无论你相不相信，我都不希望有那么一天。我可以保证不残害过鲁书生，但是，一旦我无意间看到那些吟游山水的读书人，未必控制得住自己。到时候你我各凭本事，后果自负。韩大人，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不用藏藏掖掖了，你就完整的告诉他，好平息他的怨气。至于泄露此事的任何责任，都算到我的头上，不必担心朝廷怪罪。有情皆苦，楚夫人，
你的郎君其实并未辜负你的真心，是大黎朝廷为了顾全大局，生怕你离开此地气运紊乱，所以始终不曾告知你真相，故意让你误会了那个书生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我？你知道我是3岁小儿。我知道的，他若是爱上了谁，就一定是真心喜欢。那你可曾知，后来他在观湖书院被人联手捧杀，一夜之间声名狼藉，最后失心疯了。疯了？他是大理第一位靠自己的本事考入书院的读书人，自然引起了大隋高氏和卢氏王朝的诸多设计陷害，诸多手段环环相扣，让他以为只差半步就会成为大理第一位被儒家学宫认可的君子。用情之深，往往与思苦相伴；知情二字，往往与辜负为离。如果说之前的坑害涉及两国之争，那么最后将书生逼到死路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，恐怕就是读书人之间的义气之争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他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山水正神，所以才执意要成为儒门贤人之上的君子。如此一来，将来返回大理，才有底气跟朝廷讨要一个明媒正娶。楚夫人，斯人已逝，但有来生，放下这份执念吧。此番必取功名于庙堂，立志业于千秋。莫道前路迢迢，莫问别期几何。你我山水相逢，便是重逢。为情所困，见不得出。儿女情长，比剑气更长。阿良说魏晋酒品很差的，看来他真没追你。阿良前辈，真是个好前辈。要是没有他点拨，我还跻身不了玉璞境。可是他也真不够意思，我想让他做师傅，可他却说我性情太愚，行事太软，出剑太慢。让我做徒弟的话，他丢不起这个脸。别人都说我魏晋有福缘，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越有福缘的人，却往往得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你说对不对，陈平安？魏大剑仙，或许正是因为你福缘深厚，才更难以割舍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算了，你福缘这么浅，又怎么会懂？魏大剑仙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你说她那么美，又怎会说出那么无情的话？她说我魏晋无论将来修为是高是低，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动心。贺小良，我最后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便是。你最讲缘分，如果有一天你终于遇上了与你有缘之人，哪怕你内心并不喜欢他，会不会为了所谓的大道依旧，跟他结为道侣？会。也是，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是我自讨没趣了。世间唯有情字，最不讲道理。罢了，我不能送你们去野夫关了。剑气长城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阿良前辈说，那里正值100年一遇的大战，绝对不可错过。没事的，如果那边的事更重要的话，前辈就去吧。像今天这么大的意外，不会再三出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虽然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缘由，但阿良肯将这些孩子托付给你，
一定有他的用意。这块玉牌送给你们，以后一旦遇到危险，只要灌注真气，然后对着他说话，松手后，他就会向自己的宗门发出求救。那如果遇到今天的情况，他当真飞得出去吗？你大可放心，哪怕是10境修士的圣人地界，也困不住他。记得收好。哦，这5个泥人送给你，谢谢你一路帮我照看毛驴。走了，希望你们一路顺风。走，老伙计，今日一问见。再见。魏大剑仙，愿你此行顺利。再见。小伙子，这是你的缘分，为师拿不走的。真拿了，反而不是好事，你可得收好了。还真收啊，都不给师傅看一眼。反正石头已经是我的了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福气真不错呀。这么多年，师傅总嫌弃你们两个出身不好，来路不正，不料回头看来，倒是师傅灯下黑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鬼上身了？九儿都不认识了。哎，九儿啊，之前师傅答应1年之内不收符权，现在跟你商量商量，从1年改为半年，如何呀？师傅这趟给那女鬼狠狠打了一顿不说，饭子上还少了4个字。你们做徒弟的就不知道心疼心疼师傅啊？哎，半年就半年吧。师傅，那幅搜山图可是师门的宝贝，就这么送出去了？傻丫头，这些孩子没一个省油的灯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这顺水推舟就能当好人的事儿，为啥不做啊？师傅的算盘都打到天上去了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了。这人生的际遇，就像河面上的一个旋儿，转着转着，总会重逢的。你们呀，好好修行，将来总有再见的时候。一剑破万法，这就是剑修的威力吗？我宁瑶喜欢的男人，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的大剑仙。
可长，欲不可从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弟子崔洞山拜见师父。哎呀，陈平安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碑文上就写陈平安弟子之墓。不行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能想点法子，让陈平安收我为徒啊？啊！你想屁吃！你说的那间客栈，真的在这里头？这座秋卢客栈，因为是城隍阁的原址，里头有一口灵泉，所以被一座仙家宗门看中修建而成。入住其中，对修行大有裨益。奴家刘佳慧是这间客栈的老板娘，闲时可以在那座止步亭里吐纳灵气。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堪称绝世美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它。